大家好，我是中医师庄佳颖。有一天啊，我的诊间来了一个小男生，然后他就说：“庄医师，我跟你说，我有一个很不好意思说的困扰，但是我真的想要你帮忙我。”我说：“怎么了？”他说：“我觉得我好臭，因为我很爱运动啊，可是我的脚汗很多，然后每次把那个鞋子脱下来的时候啊，那个整个鞋子好臭，然后同学都会笑我，然后我觉得很困扰，庄医师可以帮我解决吗？”结果他妈妈在旁边补充说：“庄医师，我跟你说，他头也很臭，那个头也要帮他解决一下。”那像这种体臭的困扰，中医真的可以解决吗？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集。体臭是怎么回事啊？其实身体上的味道啊，表现的是身体的状态哦。那如果你身体的味道表现出来是臭味的话，表示你身体的运作啊，一定有一些地方是不太顺畅的。那身体的味道呢，臭味最常见的就是狐臭啊、脚臭啊、头很臭啊，那这些都跟流汗的地方有关系。流汗出来啊，这个汗应该是没有味道的哦。但是如果身体里面这些汗水里面的物质啊，它被代谢出来，然后被我们体表上的细菌分解之后，那就会产生一些味道，那就是体味。那如果这些体味会臭的话呢，其实就是体臭。那如果会香的话呢，那这就是体香。那我们当然不希望自己的味道是臭的啊，所以我们就来想一下，这样子臭的味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？其实体臭的成因呢，到底有哪些？在中医有中医的观点哦，像《外讨秘要》里面他就说到啊，病原人腋下臭，像什么呢？像是葱的味道啊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你如果吃了大蒜啊，吃了葱，然后呢，你味道变得很臭，那这个也是你的营卫不调或是气血不顺畅所导致的。那另外在唐代啊，他《诸病源候论》这本书里面也有说到，他说为什么人会体臭呢？人的体臭就是人的体气，它是什么？它是精液的杂秽哦。杂秽是什么？那就是身体上有一些腐秽留在体内，没有被代谢走。那这其实也是一种代谢障碍。那我们中医里面说，有关于水分相关的代谢障碍啊，我们叫做湿浊。所以说，像这种体臭的人啊，大部分都是痰湿体质的哦。那你如果是在上半身的臭啊，痰湿在上焦，那就是狐臭。那你如果积在下半身啊，痰湿湿浊这些杂秽在下半身，那你就是脚臭或是会阴部的臭味。在明代还有一本书叫《外科正宗》，他怎么说狐臭呢？他说体气呀，一名狐气，这是什么呢？父母有所传染者，或是说呢，狐胎受生者，他直接说这个是遗传来的啦，或者是说，你生下来就是什么狐胎，所以你腋下才会有这种味道。那说到这里，很多人就会想说啊，那如果是先天的，我不就没救了吗？像那个小朋友一听到这里，可能就哭丧着脸。其实不用，因为就算你是体质的，我们中医最擅长就是什么？就是调整体质啊。所以藉由调整体质的方式，可以让你身上真的可以没有臭味哦。那中医是怎么治疗它的呢？其实我刚才就说过啦，像这种汗臭味啊，大部分都是属于湿热体质或是湿浊的体质。那还是以阴虚的体质，有湿热体质的人为主，而且啊，通常体臭的人都会有一个地方臭的比较厉害。像这个小朋友，他就说他的脚比较臭，其实虽然妈妈说他头比较臭啦，但是其实不同的地方的臭啊，我们中医有不同治疗的方式哦。可是这些人啊，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他觉得哇，好热，好热，我就想要吃冰。那我如果吃冰把这些热退掉了，那我身体是不是不会臭了？可是呢，很奇怪哦，他越吃冰，身体越臭。通常中医在说啊，一个比较偏燥热的人，他的体臭跟比较偏寒性的人，他的体臭味道是不一样的哦。一个是比较狐臭味的臭，一个呢是比较腥味重的臭。那你如果又吃冰体质又燥热，那你两种臭都有，而变更臭。所以其实我们不鼓励说，你如果觉得身体很燥热的话，就一直狂吃冰，这样子是没有帮助的。那其实比较重要来说，应该是要调整你的身体的湿热的体质。像有一个小女生啊，她来看月经不调，那就身上长了很多痘痘，然后在看诊的同时啊，旁边妈妈就说：“庄医师你也顺便帮她处理一下狐臭，因为她长了那些痘痘长很多的时候，她身上我觉得也都臭臭的。”那这就是很典型的湿热，或是我们说湿浊。那所以其实治疗都一样的，我就帮她开甘露消毒丹，然
然后开苍术啊、黄柏啊、薏仁啊，然后再用了一点湿柏地黄丸跟汉年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看月经不调嘛，那他每次月经前就是长很多痘痘，然后狐臭特别臭，这跟肾经的火有关系。然后所以给他这些药，生地玄参啊，结果吃一吃之后呢，不止月经正常来，那月经来的经痛也没有了，而且痘痘也消了，而且呢也不会有狐臭了。那所以说，我们中医常常说异病同治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如果这些不同的症状，这些病理的状况看起来不一样，看起来不同地方有痘痘啊，有腋下的臭味啊，可是它属于同一种体质可以解决的，那我们就一组药去解决就可以了。那还有一种人有这种状况哦，就是坐办公室的女生，其实有很多这样子的女生来找我，她是腋下很臭，然后什么时候最臭呢？都是在赶专案，在熬夜的时候，然后呢熬完夜之后，整个心火很旺，睡不着，然后整天一直在流汗，然后就觉得哇，腋下飘来阵阵的这个臭味，她就觉得很不好意思，在办公室觉得很不好意思。那这个治疗上呢，除了我们刚才说那些清肾经的药啊，还有去湿浊之外，还必须要清心火，因为整个腋下就是在心包经这边嘛，所以我们会给他一些导赤散啊，或是给他一点点黄连这样子的药物去清心火，让效果会比较好一点。那另外有一些人呢是阴部很臭。那而且这些不要以为是成年的女生有月经周期啊，有白带啊，才会阴部臭。其实有一些小女生也会有阴部臭的问题哦。像有个妈妈，其实不少妈妈会带这种幼稚园啊，或是国小的小女生来看诊。那看什么？就说，在帮女儿洗澡的时候，发现说，妹妹的私密处很臭，然后看到她内裤上面还黄黄的，那好像是排尿的味道，又觉得好像又有点是白带的味道。可是不管怎么样，就觉得妹妹臭臭的。但是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小女生就是燥热体质，而且平常喜欢吃什么？平常喜欢吃饼干啊、烤炸辣的东西啊。那这个燥热体质之后，又吃这些不该吃的垃圾食物之后，变成湿热体质。这些小女生就变成一直在流汗，然后会阴部闷住之后呢，细菌分解又产生一些臭味。那这一种呢，我们就是用清利下焦湿热的方式，像什么茵陈五苓散啊、猪苓汤啊，我都很常用。然后跟小女生说，你记得平常要多喝水哦，千万不可以憋尿。那调一段时间，大概也不用多久了，1-2个礼拜，妈妈就会说，其实小女生现在已经闻不到味道了。那其实会阴部的味道啊，不管是成年或是小女生都会有，但是其实都蛮好治疗的。那我们就回到开头那个案例啊，流完汗就是脚很臭，然后同学笑他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就是要收湿，就是重用黄芪，然后用一些清利下焦的药物，像我很常用桂枝茯苓丸。那头部臭呢，就是用可以清利上焦药物，我最常用竹叶石膏汤。那清一清之后呢，脚臭跟头臭其实都没有咯。那生活上的建议呢，一定要多喝水，因为身体很多代谢废物啊，可以从我们的泌尿道排出，那就不会从汗排出啦。所以多喝水是第一步。那第2步呢，如果你想让身体香香的话，可以多吃一下有花香的，像茶，像是什么茉莉花啊，然后玫瑰花茶这些东西，或是你吃一些香香的蔬果，像是苹果啊、杏仁啊、玉米这些，就会也是身上的味道就会变成甜美、很温暖的香气。那像有些含铁的食物，像菠菜啊，吃完呢，身上会散发出像什么春天的花香气。如果你体质偏寒的话，就不可以吃太多偏寒的东西，不然反而会变腥臭味哦。所以像什么冬瓜、菜瓜这些，虽然利水，可是你体质偏寒，吃多了反而腥臭味。那你如果说是体质比较燥热，像什么比较燥热的东西啊，烤的、炸的、辣的，当然是不可以吃啊。那尤其是流汗这汗臭味这种东西，是跟湿浊有关系，所以甜的东西绝对不能吃哦，像什么吐司啊、面包啊、甜食这些绝对不可以碰。好，我们来回答观众的问题。除腋下的汗腺可以远离狐臭吗？其实我诊间很多病人啊，他就是有狐臭，然后他去割汗腺，割完之后呢，变脚臭，因为他身体还是属于阴虚体质啊，还是需要代谢身体这些多余的热气。那要从哪边排？当然是汗啊。那这边不流汗，那当然是从头啊，然后从脚去排。那结果他又是阴虚体质，湿热体质也没有改变，就变成好，腋下不臭了，可是头很臭，脚很臭。所以其实
当然是可以去割汗腺，你如果觉得很困扰的话。可是你如果体质不调，那你那些其他流汗的地方一样臭啊，所以调体质才是比较根本的哦。菇类会让私密处容易有异味吗？其实你如果体质是偏寒的话，菇类这种东西还是比较偏寒湿的体质。那你如果平常身体上的味道都是属于那种腥味重的啊，那大完便都觉得味道好腥，那这种时候呢，你身体的臭味是比较属于寒湿体质的臭，这时候就不太适合吃菇喽。年纪越大，体臭会变重啊？其实会耶，因为体虚的关系。我们之前有讲到啊，古人就有观察到体味是因为气血不和导致的。那年纪大了，气血当然运作会比较容易不顺畅，那所以说体虚的状态就容易有不正常的代谢状况。像我们常常用一些白豆蔻啊、佩兰这些芳香的东西，再加上一些健脾化湿的药物，像香砂4君子汤啊这些药物处理一下，其实老人家的体味也会比较容易改善。我们这一集啊讲到体臭。这其实是很多人难言之隐啊，但是不要不好意思看医生哦，及早来做治疗，及早调整体质，这些体味都可以解决的。感谢您的收看，大医学汉医，我们下次再见。